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又是一期水友的投稿，水友的 ID 叫做兔兔兔。幸好我的视频是有字幕的，不然很多小伙伴会想，怎么吐的呀？哪几个字啊？投稿的视频是街机平台经典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圆桌骑士》的怀旧打法。开场就搞了一个红色的魔法球。其实当年大家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对游戏的乱数认识的并不深，能够打出的宝物也有限。当怀旧的游戏进入到了模拟器的时代，这些大神把游戏的入目从里到外研究了个透啊！所以现在你能够看见通关一次打出了100多个宝物的视频，这如果放在当年就是魔法呀，太夸张了。第一关燃烧的村庄，这里开始打 BOSS 斯库恩。打这个 BOSS 我喜欢 AB 完了之后补重刀，重刀之后继续 AB， 剩下的这点血量我感觉就可以 AB 一下，然后再补一刀。但是兔兔兔还是有点保守了呀。其实当年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喜欢用的角色是腐男帕西瓦尔，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录制过。我的打法就是重斩 AB 比较猛。别说现在了，当年很多小伙伴看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都不适应，说大叔你怎么玩的跟别人不一样啊？其他人呢都比较喜欢用莱斯洛特，就是现在这个角色。那其实当年都管他叫王子，因为那个时候都不太了解圆桌骑士的故事。而且现在仔细看的话，莱斯洛特的武器好像是一把刀，并不是剑。其实大家现在在扑克牌里也能够见到莱斯洛特，小伙伴们可以猜一下是哪一张牌。一个 AB 收了3个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 AB 就觉得爽啊！这个地方的难度其实已经比较高了，对面有3个重甲的骑士，我使用腐男的话还喜欢骑马，当然了，腐男骑马的手是比较短的。一把绿色的魔法杖，魔法杖还有红色的，往前带一带，把鸟震下来。这个水平比我当年只会用腐男无脑乱砍的水平强太多了呀！第二关的战场还是很有感觉的，大家注意后面的背景。而且本关的关卡名称也叫做混战。又一把升级杖，5级了。之前录制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也给大家介绍过，现在有一个改版，它可以实时的在屏幕上显示乱数，就是比较方便打宝的玩法。但是实际上，当年在街机厅很少有人会速通或者是打宝，大家都是比较怀旧向的玩法。而且打 BOSS 的一个套路，如果这个街机厅一个人学会了，那很快会传播开的。这里不要砍得太狠啊！还升级了，那后面可能要送一波。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再来一刀吧。
轻斩也可以。这个 BOSS 能够发出剑光，这就很神奇啊！下来之后用 AB 把它收了吧。被砍了一刀，还不如直接 AB 呢。BOSS 的这个马颜色也比较特别，马的话是有好几种的，很多小伙伴研究发现移动速度也不一样。这个地方要打金雕像，金色的雕像应该就是最终 BOSS 加里波蒂，另外还有一款银色的，银色的是加1条命。就是本关的 BOSS 阿尔隆。你看人家莱斯洛特或者是亚瑟王升级，真的是帅气啊！换盔甲，不像帕西瓦尔，把头发给搞没了，直接就秃了呀！他变秃了，但确实也变强了。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，把这个鸟男清掉。那本关已经讲了3条命了。这匹马是兰斯洛特的专属，大家注意他身上的装饰。颜色和莱斯洛特也是同一配色，3个主人公的马的配色是不一样的，再加上敌方也有几款马，所以马的种类非常的多。可能很多小伙伴觉得这个设定比较细致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这么细致的设定它放错了游戏呀。在这款游戏里边，马的区别没什么特别大的作用。但是，你如果把这个设定放在街机平台的《三国志》里边，就合理了呀。那普通的马和迪卢、赤兔肯定是有区别的，所以我才说这个设定放错了游戏。骑马打架对兰斯洛特的加成真的非常的大。因为本身3个角色里边，他的攻击力是稍弱的，但骑马的话，马上的重刀砍一下非常的疼。这种轻斩摸一下血量也不低。第一关的 BOSS 到这里变成了精英怪，原来叫做斯库恩，这里叫做高南。高人，这下防御真的好帅啊！一个重刀对面防住了，马上自己就防一下。我就是因为这种操作做得不好，所以说当年才使用腐男的。因为这种操作很少游戏会用到，你一款轻版动作游戏，我觉得 Y 轴利用的好，通关问题就不大。结果这款游戏是打节奏的，而且它是先按斩，然后再拉方向，我就超级的不适应。被老虎扑了一下，加分的道具没有捡到啊！我感觉他亏了1个亿。有强迫症的小伙伴可能是受不了这个，加分的道具没捡到，这还了得？这比没了1条命都难受啊！我玩街机游戏还可以，但是玩一些 RPG 游戏的时候，
是有强迫症的，就是要拿走所有的宝箱啊。宝箱没拿的话，就算是丢东西了。感觉他下马了之后，这个战斗力低了好多呀。真是上马强3倍，下马弱3分啊！而且本作的马的操作还是比较舒服的。我觉得街机三国志的马想要用好非常的难，尤其是在马上可以挑人的那一下。BOSS 的血条已经出来了，血量加满。这个 BOSS 就相当于最终 BOSS 的弱化版本，毕竟是兄弟2个。找机会 AB， 然后重斩压起身，压不住了就 AB。刚才这段节奏其实非常的好，但是被这个小兵给破坏了。打 BOSS 的话，单挑并不可怕，最讨厌的就是打 BOSS 的时候小兵上来。升到10级了，衣服已经换成了金甲。而且手里的刀也变得粗大了很多呀，显得非常威猛。现在一击重斩，血量已经不低了。敌方的 BOSS 前来捣乱了。本关的 BOSS 叫做幻影，他是本作里边比较特别的一个角色，登场了2次，其他的 BOSS 都是打1遍。能够防御的小兵真的超级讨厌。幻影的血量不多。用平 A 来确定位置，然后重斩。我觉得突跟我相比啊，真的非常谨慎。反正刚才如果是我的话呀，用 AB 已经把半条血给扔没了，而且看分数快升级了，刚才的1条血可以无脑 AB。最后一刀，我感觉幻影的 AI 掉线了，在那儿不动了。打完之后他就跑了。第5关远征，游戏的长度是7关，但是后2关的长度相当于前5关的总和。本期既然是小伙伴的投稿，那我就一口气录完吧，因为他这个视频长达半个多小时。如果是我自己录制的话，作为一个日更的视频作者，那真的是吃不消啊。我刚开始录制视频的时候，我是33周岁，还没到34。那现在我已经40周岁了，所以说现在每天练习、录制、剪辑、配音、字幕，再做封面、上传等等，这一套下来，每天我大概能够做的视频长度就是15分钟左右。其实这个时长还是可以的，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
最多也就鼓励你做正常的视频。我记得几年前我在微博上看见有几个盗我视频的，就是把我的视频剪成15分钟以内，然后再上传。可能长的呢，它就分几期。而且现在很多平台，如果你想带话题参加活动的话，视频的时长上限也就是15分钟。所以也不是咱们对游戏没有爱啊，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。前面就是 BOSS 战了，兔是有马的状态，先混几刀，然后用马踩一次，最后上去无脑 AB， 这个套路肯定是爽啊！可以了，哇，这个打法舒适啊，感觉特别的通透。第6关，异国的骑士。异国的骑士说的是本关的 BOSS 清正。莱斯洛特升级之后，他的刀的颜色又变了，盔甲也变了。盔甲原来是黄金的，现在看起来是白金的吧？不能说是银的呀，银的不就倒退了吗？打出来的这些加分的道具，反正我是都砍一刀。但是之前录制视频，有小伙伴劝我说：“大叔啊，600的别砍，砍了赔呀。”那没有办法呀，他是能砍的，我就是想砍啊。哇，刚才这一中刀啊，感觉力量蓄满了。对面的重甲骑士一起身，劈头盖脸的就砍脑袋上了。这一下真的疼啊！这个马没有换，我还是要说一句，如果是我的话，肯定就换掉了，肯定把这个马放出去换掉了。我才不管什么马的速度性能差距之类的，你能够踩踏对方一条线，那就踩呗，反正踩完之后你还是有马骑的。15级骑马的平 A 砍人真的是太爽了，版面切换，摆胜利的姿势还得下马，这个我无法理解，为什么要下马呀？是要隐退了吗？看分数的话是快16级了。升级了，金刀金甲，感觉从视觉的效果上，穿上了金甲之后，人物的速度受到了影响，没有那么灵活了。这个地方是有2个魔法球的，但是兵是多于2波的，所以说玩家需要选择一下。用魔法球来清哪2波兵，如果正好要升级的话，还可以利用一下 AB。那个加分的道具也没有捡到，之前损失了1个亿，这回损失了2个。其实你能够体会出来。游戏进行到现在20分钟了，玩家已经有点疲劳了呀。这个对游戏的发挥还是有影响的。
，BOSS 的血量多于1格。打这个 BOSS 真的需要非常舍得用 AB。用后跳来逃逸，我觉得可以 AB 了呀！看 BOSS 的血量剩40%左右了。这里不 AB 的话，就说明情况和第2关差不多呀。要送一波，下关再打宝。注意一下 BOSS 的血量，不能摸得太狠了。我还有2条命呢，接着送啊！不能碰了 ，BOSS 已经不能碰了，再来一下他就挂了。可以了。下来之后还想着防反，不要这样搞了呀！不要在意这点分了，就 AB 吧。最后还是 AB 带走的。最终关了，王城决战。本关有3场 BOSS 战，不愧是最后一关啊，流程也很长，难度也比较高。刚才这一顿平 A 让我想起了快打旋风的百拳，控制对手不让他倒地，不出最后一下。金雕像入手，这样的话3条命打 BOSS 是够用了。我记得第一次在街机厅看见有人打到这里的时候，真的是非常激动，觉得玩得太远了。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投稿的事情，想投稿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视频说明里边的邮箱。这几天收到了好几期，我正在一个一个的录制。收到的邮件我都回复了，并且把我的联系方式也附在里边，方便联络。因为很多小伙伴投稿之后，他是有一些东西需要介绍的，包括在一些位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，包括它的打法的说明，一些隐藏要素或者是细节技巧的介绍。投稿的视频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要求，主要就是能够把游戏的流程比较流畅的演示下来就可以了。一命或者一币之类的都无所谓啊。现在能够玩这些游戏的，一般都是3张以上，甚至4张以上，不再是少年的心性。所以说，大家还能够看见这样的视频，还能够回顾这款游戏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这些游戏很多已经可以不用年来计算了，多少年前的游戏，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了。比如说
1/4个世纪之前，或者是1/3个世纪之前。另外，有的小伙伴跟我说录制改版的事儿。改版的游戏是这样，很多的游戏的改版，我觉得是为了改而改，就没有必要。如果是对游戏的系统上有一定的改良或者加强的改版，或者呢是实现了小的时候想过但是没能够实现的玩法，这种改版都是不错的。另外这2年有小伙伴建议我录制一些 RPG 或者是 SRPG， 之前也有小伙伴提过，但是这2年这个要求变多了。我考虑50岁之后吧，咱们再搞这些慢节奏的，可以一边玩一边直播，一边跟大家聊天。本关的第一个 BOSS 铁傀儡，刚才好危险啊！不 AB 一下容易被带走。这里的节奏慢一点，还能够捡点东西。等一波，给血了。再有一次机会。这个 BOSS 可能是这款游戏最硬的了。还有一个比较硬的就是第5关的 BOSS 巴尔巴斯。打本关的第2个 BOSS 幻影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感觉幻影的血量比第1次出来要少。因为负伤了嘛。幻影这一下打到了后面的小兵，给激活了。作为 BOSS， 招式竟然是敌我不分的。后面就差最终 BOSS。其实提前把你的等级升满了，也是有不利因素的。就是后面的关卡你很难通过升级来回血了。回血的节奏。升级的节奏如果控制的比较好，那对游戏的流程、对难度都是有影响。当然了，高手的话可以不考虑这些呀。还有3条命来打 BOSS， 我觉得其实可以拼一下，因为3条命的 AB。中间再补几中刀的话，最终 BOSS 血量虽然多，也吃不消啊。这里打2个高人，箱子里边应该还剩一个回血道具，但是也不能太浪了，不然回不满了。而且这个地方难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对面的小兵也非常喜欢防御。关键它是一个混成的兵种，2种重甲，1种的话还好办。2条半的命，
，BOSS 是2格的血。果然啊，上来就是 AB， 带走了 BOSS 2/3格，这个我觉得赚了呀！一会儿让 BOSS 下马，可以用马再踩他2下。下一条命可以下来继续 AB。人多就是任性。这几下 AB 实在是太爽了呀，我都想上去按啊！下马了，可以用马冲他一下。先把血打出来，那 BOSS 没了。这样莱斯洛特击败了加里波第大公，找到了圣杯。感谢突突突的游玩，也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